这个企划案很好啊，其实可以卖很多钱。不如我们聊聊。那就把剩下的那350万当做我卖企划案的钱，做我的创业基金吧。成交。不过作为债主，我想要知道你做什么生意。珠宝。珠宝？我大学室友的父亲在云南经营一所玉矿，虽然我一直没有钱，但是这4年里面，我聊着也就聊出兴趣来了。我还有一位学长在日本的珍珠企业工作。说老实话，我对宝石业的了解是要多于科技业的。柳柳，过去怎么都没听你说过呀？其实我一直都有在存钱，本来是计划从一个小小的银质工艺工作室开始做的，但是现在既然有这么大笔负债，我就得改变计划，不能再那样干了。现在，我想要创立一个属于中国的时尚珠宝品牌。柳柳一向很有生意头脑的，我知道有一天他的能力终究会发光发亮，却没想过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么我的条件是在你们没有还完钱之前，这个公司要隶属于丰腾旗下，为了方便掌管你们的账务。用丰腾集团做背景，珠宝公司的运营效益应该是加倍的吧？无论是银行的借贷，还是宝石商的往来，都会信任许多。大老板，这是想帮我吧？我是个生意人，只有你们顺利了，我才可以顺利拿回钱啊。珊珊，你还是决定帮柳柳？这不是帮，是薛家的大事，我不能缺席，必须要参与。但是你要知道，出了这扇门，你们就要靠自己。珊珊，大老板趁过年的时候去你家提亲了吧？你们就结婚啦？珊珊啊，看在我们是同一间办公室的份上，以后喝喜酒的时候，我们要坐得稍微靠前一点点哦。恭喜你了，以后得改口叫你丰夫人了。我走了以后，你们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啊，照顾好自己，不要太想我了。科长，这段时间谢谢你的照顾。啊，我也要谢谢你这段时间尽心尽力。虽然我觉得你这样离职，觉得很可惜，但是再想想呢，也就是换个位置，继续协助大老板。珊珊，恭喜你！谢谢科长。如果新的员工来的话，我每天都会拨出时间来交接的。好。小伙伴们，我走啦。珊珊，我真的很对不起你。要不是因为我，你不用离开公司，也会顺利跟丰腾结婚的。有什么好对不起的？说起来，我应该感谢你才对呢。感谢我？我想过了，就算我将来跟丰腾结婚了，我也只是丰腾集团里那个小小的财务助理，然后年复一年的等待的升职加薪，做一个大公司里的小螺丝钉。但是现在因为你的关系，我可以出来创业了，也许也算是一半的大老板了吧。那当然啦，从今天起，我们俩就是不分你我的薛老板了。我觉得我又往大 boss
司的世界里跨进了一大步。你也别多想了。总之呢，咱们俩呢就努力的干，好好的干。如果你要是真觉得对不起我的话，那将来你一定要让我当成凤太太不就行了？我们一定行的。好，在1年之后，你就是丰太太，我就是薛大老板。薛大老板，我们出发！这里啊，都是我们整理出来的最优秀的店面，人流交通都是最好的，而且租金实惠，房东又好。这间的平数啊，开7间店实在是太理想了。它距离地铁车站只有100米，出口还正好对着店门口，简直是太适合了。这个店看上去是不错，不过我们的预算有限，而且这上面也没有标注多少钱。是这样的，这个房东呢对房客也是挑剔的，表明了价格只是其次，只要2位肯出价，我负责帮2位去说。不然我们还有一些精选的店面，租金比较便宜一些，但也是最好的地段，可以给2位参考看看。奇怪了，我怎么看这些店面都觉得眼熟呢？这些不都是丰腾的房产吗？可恶，又想拿上次那招骗我。方先生，麻烦你了，只要房东是丰腾先生，请您一律帮我们自动删除。其实封先生的房产也没什么不好的，是吧？全都是高档次的黄金店面啊，保管赚钱的。如果没有其他的店面了，我们就去别家看了。别！这样吧，我给我们店长打个电话，看看有什么其他适合的店面，再推荐给你们。那这次就麻烦你了，我们现在是做生意的，还有，请你转告，只要是没有房产证的，我们一律不租。好嘞，那请2位在这儿休息一下吧，好吧？谢谢啊。谢谢啊。你对丰腾的产业可是了如指掌啊。我就是扫了一眼，还没有完全实际了解。大老板，薛小姐说直白了，只要是您的房产不租，还要有房产证明呀。我们家胖婶变聪明了。妍青，你母亲上个月是不是刚买了一个店铺啊？2位请。这个是我们店主的私藏店面，不随便租人的。方先生，我想问下，这里租金1个月多少钱？6万。其实，这个地段来说，这也不算贵，就是我们的预算有限。方大哥，我们要开的是中国的本土品牌，而且我们有信心跟隔壁那些国际品牌较量。只是我们的资金有限，能不能便宜点？要不这样吧，5万？4万。4万。你要是能够答应的话，我们立马就可以签合同。这样吧，我给我们店长打个电话。那你快去吧。你砍4万会不会太狠了？哎呀，喊喊看嘛，万一4万5也可以呀，反正能少点就是点。房东说了，4万成交。谢谢啊，谢谢。谢谢。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再放一些这个。你们请选一下这样颜色的。换一个吧。OK。
this another lacking in perfection. Sometimes you're being hurt, then you learn a thing about a few more. 整人，这味道还可以吧？可以。爸，你也吃啊？好，我不饿。这2天辛苦了啊。哎，不辛苦。爸，怎么了？爸，给你说件事。这是什么呀？5万块钱。啊，爸，你不是要给我钱吧？不用了，你自己留着用。听话啊，你也别小看这5万块钱，1000万就是有很多个5万块凑起来的呀。我知道，但是爸，你不能收你的钱，我这么大了。听话，收着啊。爸呢，有就是这点能力，好吧？能帮你多少就帮你多少啊。好好的。谢谢爸。然后2层是给员工的设计的休息室。哎呀，有蟑螂啊！别！快过来，打仗了！快跑到那去了！快点过来啊！哎呀，怎么会有蟑螂呀？这里面终于逮到你了呀！一定是隔壁餐厅跑过来的。不行，我们得投诉。这么大一只，哎，风头呢？人呢？注意背上。我回来啦！不是告诉你回来之前告诉我一声，你一个女孩拿这么多珠宝，多危险啊！放心吧，是柳柳护送我回来的。我们俩正在为这批主打的戒指发愁呢。你说这宝石是有红色的还是有玫红色的呢？红色的消费者比较容易接受，但又怕太常见了；玫红色的呢，又怕太新潮，就是接受程度比较低。你眼光好，帮我选一个吧。你别动。玫红色。你说的是玫红色？对。这个玫红色。玫红色。可是这是大红色的哎。以后关于红色系的问题，不要问我。为什么呀？不色弱。色弱。哇！你真的有色弱吗？啊？什么颜色？这什么颜色？这什么颜色？这什么颜色？色弱，我哥有色弱，我这个当妹妹的竟然会不知道。哎呀，据我所知啊，这个色弱呢是会经常发生在男性的身上，什么大红色啊、桃红色，在他们的眼里都是一样的。所以你说我们为什么逛街的时候一定要让我们男朋友帮我们选衣服啊？他们太无辜了，老被我们骂。那我们得给多少天底下男人平反呀？哎，郑琪、言青，你们俩不会有问题吧？我没有啊，所以嘛，我永远都是个当创意总监的料，而我们风大老板就是当大 boss 的料。
那有什么呀？大老板只要认得钞票是什么样子就好啦，是吧？有道理。哎，我说你们这么公开的聊别人的弱点，这样好吗？好啊。那既然大家这么开心，我们跳舞吧。所以，你右手食指受伤还没完全好啊？那你字写的那么漂亮，一定下了不少苦功吧？我发现你最近的闲暇娱乐，就是搜集我的缺点。我们俩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我总得多了解你一些吧。像你们这种大老板，想了解谁，花钱派人去调查就行了。像我们这种小老百姓，就只能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去发现、去了解，是不是？这小嘴儿越来越会说话了，跟你学的。好吃吗？是丝瓜呀。哎，你怎么会点丝瓜呀？我最不爱吃这个了。现在也会挑食了？这也是跟你学的。你怎么不跟我学点好的？哪好？好欺负我！亲爱的，你跟这个盆栽是有仇吗？明知道我对这些花花草草不感兴趣，还硬要我弄。自己动手，怡情养性。你就是爱折腾人。大假期的，人家珊珊都不能休息，还得出门赚钱，还你这未婚夫。说出去都没人信，我都替他叫屈。我觉得我这个决定实在太好了。他现在开始注意到我了，开始注意到我的缺点，注意到那个除了集团公告还有网络以外的我，你知道吗？他现在开始学会挑食了，他已经学会在同等的高度看我，而不是仰视。哎，都是男人哎，快给我解释一下，我哥这是什么逻辑啊？下周就要开幕了吧？是啊，但是还有一批出去来时的坠子被大雪困在了南非，来不及空运过来。你说这不是摆明了要开天窗了吗？你一个管财务的，这个也要烦恼你？当然啦，光装修就花了1个多星期了，如果第1个月还没有打平成本的话，再这么拖下去，那我要什么时候才能还你的1000万呀？你可要注意身体啊！别那1000万还没还，就把自己身子累坏了。我还指望你给我生宝宝呢。对，我不能太累，我要尽快把那1000万还给你，然后我要跟你结婚，然后真真正正的成为风太太。再让你们封家子孙满堂。先说不结婚的，可不是我。这1000万还真值，让我们2个像真正的情侣了。珊珊，晚安。
来看这里。风尚珠宝呢，是由我和我表姐共同创立的一个比较时尚的珠宝品牌。我们主要都是请一些比较年轻有为的国内设计师来为我们全新打造的。比如说这一款，大家最近都有看过《来自星星的你》吧？这个店呀，可是我未来的大嫂和她的堂姐一起成立的，你们可要多多支持哦。你哥是什么人物啊？子公司开幕还需要我们大家的支持吗？当然要多支持啦！只有这个品牌做起来了，他们才可以心无旁骛的结婚啊！快过来看一下吧。这里设计的还不错哎。整个都挺简单的。这里呢都是我们今年的主打款，每一款的背后都有一个小故事。您可以上前拍。冯大哥，两位先生好，这位是今年1月份来的。火火，你怎么在这儿啊？来做设计助理，所以也不好事先跟你打招呼。你先忙。你认识王红？是啊，他是自己过来应聘的吗？是啊。他在国外是学珠宝设计的，刚回国，也没什么工作经验，这是他第一份工作。你怎么认识他？他爸可是上海市首屈一指的大企业家。看来你们可以考虑一下更换合作银行了。你没认错吧？面试的时候他还特别拜托我们要给他一个机会。在珠宝方面。他确实需要一个机会。不会吧？品牌简称 FS， 这是我跟我堂姐一起创立的珠宝品牌。其实啊，珠宝的真正价值是体现在于这个宝石的原料，还有这个工艺的本身。你看那些国外的珠宝品牌，对我们店里也有的，但是我们品牌。打搅一下，不好意思啊。失陪了。我有点去看一下。珊珊，你怎么把丽叔的订婚礼作为你的销售中心啊？小心他生气啊！哎，不会的，不会的。我送了他一对耳环，他说了，金不掉，最好呢从这个月就开始还钱了。丽叔现在也当真起来了。不错嘛，突飞猛进，越来越好了。对名牌也开始认识起来了。下次咱们逛街的时候，没有借口不买了啊。我这是赚钱的知识，不是花钱的习惯。我现在还负债。哎，我跟你说，珊珊，你看这……哎，吴太太。欢迎要是看到自己的女儿这么漂亮的出嫁，一定会非常的高兴。谢谢你今天让我以哥哥的身份把你嫁出冯家老宅。记住，我还有风月，永远都是你的家人。好兄弟，照顾好他。放心吧。丽叔，你一定要狠狠的、狠狠的幸福下去。一定会幸福的。
说。祝你们幸福。如果郑琦欺负你的话，跟我们讲，我们帮你出气。珊珊，我只有当你在祝福我。我一定会幸福的。可走吧。其实你还没有想过要怎么办我们的婚礼吧？没关系，还有1年的时间，慢慢想。我的确没有想过要办什么样的婚礼。你们家的婚礼也不是我能想得来的。但有不喜欢的吗？其实我不喜欢庭院婚礼，要配合天气，太没有安全感了。我也不喜欢气球拱门，既浪费钱又不环保。我也不太喜欢上新闻，但是我知道，你的世纪婚礼肯定众所皆知。所以，结论是？结论就是，没有结论，让我好好再想想吧。删除法是个好办法。删除法。不知不觉，我跟风腾之间的关系好像有了变化。我觉得自己不再像是他身边的挑菜工、小跟班，而是真正的女朋友。面对事情能一起讨论，一起解决，而风腾似乎也乐在其中。总之是好的变化。柳柳，这是我帮你买的早餐。谢谢啊。不过我平时不太吃早餐的。那怎么行？你工作一天那么辛苦，以后你每天的早餐都我帮你准备。真的不用了。还有，你应该叫我柳柳姐。你看着真的很年轻。呀，送早餐啊？这么好啊？有没有我的份儿啊？我先去工作了，早餐记得吃啊。这个王红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呀？送早餐？你能不一大早就八卦吗？人家王红比我小5岁哎，当我是个姐姐而已。是吗？小5岁呢？哎呀，年龄不是问题，有爱就行啦。今天是月底结算了啊，你还不快去工作？哎呀，月底结算啊？好吧，那我去月底结算了。爱心早餐。王红，柳柳，你怎么还没有回去啊？我等你啊。等我啊？对啊，我送你回家吧。哦，谢谢，不用了，我自己可以回去。柳柳，
很可以，2个月不见又傍上大款了。刘成浩，你终于出现了。你要还是个男人的话，就赶紧把那1000万还给封家。1000万，花了。这么短时间你就全花光了？哎，我尤成浩是个非常重视事业的男人，全投事业上。要不是当时你去封腾那儿多嘴，那虚拟货币的负责人就是我了。我至于成现在这种地步吗？难道负责人不是你，你就可以拍屁股走人吗？我告诉你，你卷走了公司1000万，你是违法的。1000万我会再赚回来。行啊，石榴榴啊，这店规模不小呀，拿我爸那500万开的吧？你要干什么？我发现我拿走封腾那1000万对他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影响，可是我爸这500万可不是给你用来开店的。尤成浩，把钱还给我，否则我就告你去。好啊，那我现在就报警，看警察先抓谁。报警？个臭娘们，你还想报警？你放开我！报警？报什么警？你报这干什么？哎，你谁闪开？别管事！哎，刘柳，你没事吧？我没事儿，没事，都是王红帮我挡下的。哦，小 case， 小 case。像尤成浩这种人，往往都是豁出去要钱不要命的。下次你们一定要报警，当然也要注意一点方法，不要硬着来，好吧？好，那你们先休息。辛苦了。我们走吧。好，谢谢，谢谢。尤成浩已经被带进公安局了。我已经让严晴联系过律师了，这2次的事情会一并处理。你给你家人打电话了吗？哦，不用，医生也说了，就休息几天，看看头还晕不晕。要是不晕，就可以出院了，不用惊动他们老人家了。我想尤成浩一时半会儿也出不了公安局，你们2个忙了一晚上年会，都累坏了吧？快回去休息吧，我在这儿照顾王红就行了。啊，对，风大哥，你们就先回去吧，我真的好得很。这个家伙都已经被打伤了，还想找机会跟柳柳独处，看样子是真喜欢柳柳啊。那好吧，那你们早点休息，我们就先回去了。明天你们就别去公司了，我明天一早到公司去处理就行了。再说吧，行了，你们俩快回去吧。行，好好休息。你还站着干什么？快坐下。哦。你头还疼不疼啊？有一点。你不觉得王红很喜欢柳柳吗？只是她看起来年纪太小，柳柳也一直拿这个当挡箭牌。不过据我观察，这个王红啊，确实比同龄的男生要成熟许多。珊珊，从明天开始，你不要去上班了。为什么呀？珠宝店本来就有风险，如果有一天王红不在，遇到坏人，你们2个怎么办？这次只是意外，我们店有保全系统的，你放心吧。如果遇到歹徒呢，大不了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总之不会起争执的。你们2个是女孩，如果他们要的不只是钱呢？风腾，你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不会发生这种事儿。你太没有安全意识了。我现在告诉你，那1000万不需要还了，没有欠债也没有还债，你不用去了。啊？不行，珠宝店不能因为尤成浩这个意外，就不继续下去了呀。珠宝店是因为1000万而开的，你听到我说了吗？你不需要去了。风腾，我知道你是担心我，但是珠宝旗舰店不光只是为了赚钱，它还承载着柳柳的梦想。柳柳好不容易踏出了这一步，我不能因为尤成浩乱来，我就把他一个人丢下了呀，是不是？
就是说我不需要你还那1000万，你还是要经营珠宝店。啊，封腾的脸色这么臭，我能跟他说实话吗？那个，我想今天真的是吓坏大家了。你说的我会好好想想的。你可以想，但这是我的决定。傅先生，早餐已准备好了。好，谢谢。你还是要去上班是吗？那个，昨天已经让王红和柳柳休息了，今天我要是再不去的话，那店怎么办啊？封腾，我真的没有办法眼睁睁的看着柳柳一个人孤军奋战。你们的公司可以存在，但是不要有店面，免得惹人耳目。我昨天晚上想了一个晚上，其实说不害怕是假的，但是想想，像我们几百万投资的珠宝店都要面对这些危险，那要像你们封腾几百亿的集团，我想你一定是水里来火里去的这样走来的吧？虽然你很强大，我只是一介弱女子，但是面对这样的风险我都挺不过去的话，那我将来怎么能够配得上你呢？遇到尤承浩这样的意外，我就躲起来。那不论是从外在表象方面，还是从精神层面，我都没有资格配得上你啊，对不对？薛珊珊啊，你真的是越来越有主见了。我可是想了一个晚上，这些连吹带捧的话哄你呢。虽然脸色不好，但是封腾也没有强硬的阻止我去店里，应该算是过关了吧？哈哈。两位大哥，今天珠宝店不营业，你们不用这样吧？啊？封先生交代，珠宝店24小时必须有保安人员。你找保镖我可以理解，但是你说连我都有贴身保镖的话，会不会有点太此地无银三百两了？你坚持要继续上班，我只能这么做。那你说珠宝店门口一下站2个保镖，这样会不会太吓人了？那你说这样客人还敢进来吗？你的安全由我来负责，但是你们店面的生意是由你来负责。薛珊珊，在这个事情上没有商量。你说犯错的人是尤承浩。
什么我得被24小时监督啊？这不是监督，这是保护。封腾也太小题大做了吧？这游程号都被关押了，你说这何必呢？这怎么是小题大做呢？以往咱们封家的女人都低调，也就是逛街、聚会、聊天、喝茶，身边都是熟人。可这一次呢，珊珊跟柳柳一起创业，两个女孩子，啊，又是珠宝行业，怎么低调得起来？肯定得多个人保护，不是？哎，珊珊，我说你就听我哥的话吧。你说你现在出来压力又大，我没有担惊受怕的。风月，你要是来替封腾当说客的，就免了。无论如何，我都要还那1000万。我也不可能现在就丢下柳柳一个人辛苦经营呀。我知道你有骨气，但你知道我哥最在乎的是什么吗？是你的健康，你的安全。上一回你生病住院的时候，我哥人都急疯了啊！这一次那个王红脸上的伤，倒是在你的脸蛋上，我可不气死才怪呢。哎，我觉得你们这样不对啊。虽然你们俩的血型都很特殊，那你也不能把珊珊当成温室里的花朵养吧？做生意嘛，总会遇到一点这样那样的小麻烦。你别看我经营的是书店啊，我跟你说，我经常遇到那些没有素质的客人。如果我一遇到这种人，我就不做了。那你说我生意怎么做下去？丽树，你不帮我就算了，你还在这敲边鼓。哦，风月，你放心，我又不是永远都待在珠宝店，只是我眼前放不下。我总想着要还那1000万，以后你们就叫我1000万好了。如果保镖能让封腾安心，那好吧，那有保镖就是了。哎，我说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你倔起来，真的跟我哥是一模一样。风月，品若，丽叔，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听说你前阵子结婚了，怎么都没有邀请我呢？啊，我是在美国结的婚，在国内只办了亲友订婚旗，所以没有邀请你。我都忘了介绍了，这位是封腾的女朋友薛珊珊小姐。嗨，你好。你好，封腾现在还好吗？哦，很好。哎，品若，你到这里来做什么呀？啊，对，这是一个时尚杂志的记者王鑫，我们刚刚采访完。风尚珠宝，是我们的产品。听说丰腾集团最近出了一个珠宝品牌，看来是真的。这个风尚珠宝呢，是珊珊跟她的堂姐一起经营的。哦，难怪。他们家有几款珠宝都很前卫，你们有接触过吗？那就要看薛小姐有没有兴趣给我们广告喽。当然有啦，我们珠宝有很多设计都是大师级的设计师设计的，而且背后还有很多感人的小故事。这是我的名片，欢迎你们杂志来采访。哦，好的，一定一定。哎呀，王品若代言的东西还真不少哎，不过真的好像没有珠宝啊。哎，风月，如果请王品若做代言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呀？说呀。什么时候封家饭桌上可以玩手机了？哎，我是真的很想请王品若做代言，她现在具有国际知名度，如果她愿意为我们的珠宝做代言的话，那我们的品牌就可以向国际迈进一大步。珊珊，你可以的。
我哥都不让你去工作了，哎，你居然还要追着他的前女友代言，你疯了！哎呀，这风腾脸一板啊，连郑琦都不敢说话。你说你有没有点眼睛劲儿？好啦，我知道了，回头我就跟他好好说说。你别说了，我求你了。依我看啊，你就不要去店里了，柳柳那边你也跟他交代一下就好了。哎呀，不行不行，至少今年还完钱之前，我绝对不会离开的。哎，风月，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上王品若呀？如果能请他来代言的话，搞不好我能尽快的还钱。哎，你真的打算找王品若来代言啊？她是风腾的前女友哎。我知道，但是我只是请他代言，又不是请他来家里玩儿。徐珊珊，你真的假的？你怎么那么单纯呢？哎，我跟你说啊，这个王品若呢，她可不是我。我之前喜欢风腾是因为我一厢情愿，但是这个王品若跟风腾可是实实在在交往过的，对吧？像这种女人能走到今天，绝对不是胸大无脑的，这躲都躲不及，你还把她往前面凑。我相信风腾。我哥听了这话，不知该哭呢，还是该笑啊？反正我是快哭了。他肯定会笑的。今天周日，我不用上班了，开心不？既然今天这么特别，想要干嘛？我想赖在家里，可以吗？正合我意。啊，对不起，接个电话。喂。时尚杂志啊？要做专访？哦，对，我们店的总负责人是薛柳柳。那下周3可以吗？我来安排一下。那你把地址发给我好吧？谢谢，拜拜。时尚杂志要采访柳柳。你确定要找王品若代言？是啊。您好，我是王品若的经纪人，王品若同意代言，具体的细节我们面谈。王品若的经纪人回复我了。王品若已经答应做我们风尚珠宝的代言人了。他的经纪人给了你回复，但是他本人给我发了短信。薛珊珊，你是太天真，还是你想考验我？都不是啦。我只是想用一个最好的方法来帮助风尚珠宝。而且，你不是说过，不要看你说了什么，要看你做了什么。现在，证明自己的时刻到了。而且我是100%的相信你，所以才敢这么做的。好像听你这么一说，我不同意反而是我的错了。王品若代言肯定给品牌带来加成效果，这次我一定要卯足全力让这件事成型。要我接受采访？是啊，时尚杂志都已经规划好了，要给你跟王品若做一篇专访，然后专门陈述一下咱们珠宝每个系列的小故事。这不行吧？为什么不行？这些设计师都是你找的，当初自然也是因为你心里有想法，他们才会答应。
而且杂志媒体又不是电子媒体，你所说的到时候都会变成文字，你也不用担心你会说的坑坑巴巴。你是不是该去拿设计师的图了？哦，我这就去。我们今天会就到这儿，散会吧，赶紧去忙。珊珊，跟尤承浩的那场恋爱，真的把我给谈怕了。起初我心里一直就想着还钱，也从来心里一直都在抱怨。我一直都在抱怨，你说命运怎么那么捉弄我呀？虽然我是我妈领养来的孩子，但也不至于这么悲惨吧？我当时利用尤承浩来到上海，利用他摆脱我妈。我明明知道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可是我还是上路了。后来又捅了个1000万的大篓子，这真不能怪别人，都怪我自作自受。现在我不抱怨了，因为有因有果，所以我就想赶紧结束这个错误的路，走好我自己的每一步，重新开始我的新一条路。所以你以后别跟我再说什么谈恋爱、交男朋友的事儿了啊！要谈也得等你跟风腾开开心心结婚以后才行。六六，能够跟你一起创业，我真的觉得很开心。仔细想想，这段时间可能是我唯一可以证明自己有工作能力的时候。就在我人生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之前，能够有这种机会，感觉很棒。那我们就什么都不要想了，一起加油吧！加油吧！加油！